上一期索尼阿尔法7 R3让拍照变得如此简单，毕竟信仰无价。Testway 给出评分9.0，微博上361位网友给出综合得分8.48。来自哔哩哔哩的网友 Sony Corporation 说：“吹爆继续吹，索尼大法就是好。”来自 YouTube 的网友陈浩辉说：“真的是摄影穷3代，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是穷4代、5代呢？你觉得玩摄影的能坚持到4代、5代吗？”本期让我们来试试全新的 Osmo Mobile 2稳定器是否有全新的体验。DJI Osmo Mobile 2，899元。看到这个价格，是不是心动了呢？要知道，在几年前，手机稳定器可是动辄上千的呀。别急，有很多朋友也曾心里盘算着，我用手机也可以拍超屌的影片出来，然后脑门一热，买了个手机稳定器。几个星期之后，就会说，好吧，其实我应该买相机的。所以我希望几分钟之后，你能对你手里稳定器的看法有所改观。最开始，我本以为 DJI 已经放弃了手机稳定器这条线，可 Osmo Mobile 还是出了2代，在几乎没做任何改变的情况下降低价格，然后给了个2代的名号，这简直没有道理嘛！瞎说，金属换成塑料不叫改编，删掉扳机键不叫改编，底部螺丝口不叫改编，加了变焦钮不叫改编，增加了续航不叫改编，怎么样？我发现了很多改变吧？那你很棒哦！不管怎么看 ，Osmo Mobile 2能做的，在1代全都能做，为什么还有这款产品出现？市场竞争激烈，大家懂的。但在我看来，作为一个降低门槛而出现的手机稳定器，它应该具备的不是标榜自己有多么专业，而是多么容易被使用。或者说 ，DJI 为你打开了不同层面玩转摄影的大门。首先 ，Osmo Mobile 2延续了1代完美的握持感。全塑料机身降低了重量，换来的是做工上的一些瑕疵，没有了扳机键是很遗憾的。本来这可以成为一种特色，甚至是让这个键有多种用途。除了切换锁定模式，还可以变成类似 Karma 的俯仰切换。使用上，对于一个摄影小白来说，我买了一个稳定器，而我却需要花大量时间来学习如何运用它的所有功能，是非常不好的体验。Osmo Mobile 无论1还是2，在这点上还算做得不错。所有爱啪啪的操作和反馈一直都是同类产品中最好的。新手提示和新功能介绍方面都很贴心，而且在安卓和 iOS 上做的都很好。延时、全景、追踪都一如既往的好。当然，以前的问题却依然没有解决，拍摄时没有分辨率信息。慢动作也选择不了帧率，全手动模式下依然有失灵的 bug， 一键清理缓存，没保存在手机相册里的素材也会一并被删掉。安卓的帧速率支持也不全面，不过我相信通过升级爱啪啪，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不过说了这么久，好像都还没有解决。那么你将用它来拍些什么呢？现在手机的画面已经非常不错了，我们完全可以用手机来进行创作。或许你不是一个摄影师，但你还是会有很多时候想要记录下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成长记录，宠物的可爱时刻，旅游的见闻。对，你只需要带着手机，带着 Osmo， 将它挂在你能取用的地方，随时拿出来拍摄。如果你有一个 iPad， 还记得 LumaFusion 吗？用它轻松剪辑你拍好的素材，对，这就是属于你的 vlog。想要自拍，前置摄像头画质太烂，你只需要叫朋友帮你追踪面部，或者自己固定住 Osmo， 用一面镜子来帮助你追踪面部。虽然有点蠢，但这就是方法。加上2代换成了顶部螺丝口，和 Osmo 真的非常稳定的追踪。一个人主持自己的节目就更加轻松了。哦，对了，没有360度航向轴，确实让人头大。电池的改变让 Osmo Mobile 2续航更给力，还可以给手机充电，只是你要边充边用就有点麻烦了。有一根弯头的充电线会比较好解决问题。
如果要拍抖音或者直播，竖拍的解决方案有一点照搬同类产品厂商的意思。这个旋钮以前是用来调节手机加宽度的，现在却用来调节横竖了。或者你有一个 GoPro， 你也可以架上去，只是你将看不见屏幕。你可以去购买一个第三方的配件来解决这个问题，价格在几十元到100多元都有。所以喜欢 GoPro 画面的朋友没必要再单独去买 GoPro 的稳定器了。DJI 一直在努力把专业的摄影领域的东西带给大众。当你作为一个专业用户时，上天入地，你需要的一定是如影和雾。而作为爱好者，也有如影 S 和精灵系列。那么作为普通消费者， DJI 给你的方案就是天上 Mavic Air， 地下 Osmo。 可手机与 Osmo 的搭配依然能为你创造出不凡的作品，只要你肯去使用它，以及发挥爱啪啪里的潜能。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to get away from your parents, and I thought, wow, if I could take this in a shot right now, I don't think that we could work this out on the terrace. I don't know if it's fair, but I thought, how could I let you fall by yourself? Well, I'm wasted with someone else.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They'll say you could do anything, they'll say that I was clever. If we go down, then we go down together. We'll get away with everything,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 Let's show them we are better. We were staying in Par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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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专业 Filmic Pro 这个 App 适配了 Osmo， 这款软件可以提供很多类似于专业摄影机的设置选项，你能在这里单独制定曝光参数和焦距参数，也有更多的画质画幅选项。但是这个 App 和 Osmo 匹配的地方很少，你只能用 Osmo 锁一下曝光或者焦距，或者手动调整曝光和焦距。我就想要把 DJI Go 和 Filmic Pro 结合起来，这样我就能用更高的画质和专业的调参，结合追踪能力，淋漓尽致地发挥 Osmo 的特性。值不值得买？无论你是不是 DJI 粉丝， Osmo Mobile 2都是手机稳定器中的首选之一。首先，它便宜，且是 DJI 产品线中最便宜的单品。虽然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稳定器，但一听到 DJI 这个名字，心理上就觉得比较踏实。其次，它所做的细小改变看似不起眼，但确实在体验上得到了一些进步，不仅仅是换个塑料壳就降价那么简单。最后，信仰。当你一直在使用 DJI 的产品时，你又正好需要一个手机稳定器时，你会不由自主地去选择它。没错，就像一直用苹果或者一直用索尼的人。Osmo Mobile 2在硬件能力上或许不是最好的，但在易用性、软件和生态上都做得不错。稳定器发展到今天，各厂的旗舰机稳定能力已经不用再去质疑。
而要做的就是更加的智能化。这也是我在 DJI 上没有太多看到的。如果有一天我在拍 Vlog 的时候能这样，嘿 DJI 进行人脸追踪。好的，已经追踪到一个主题。嘿 DJI 开始拍摄。今天我们从云南回来了。这是我希望 DJI 能做到的内容。我知道你们一定想了解智云 Smooth 4还有 Smooth Q 与 DJI 到底谁更值得购买。不要着急，关注、订阅、收藏 Testway， 我们慢慢聊。受够了，天天就是要打游戏。你帮我拖个一次地吗？洗过一次衣服吗？清理过一次厕所吗？哪怕下班回家帮我倒一次垃圾也行啊！你还有没有点责任心？有没有为这个家着想？浓浓酱腥，淡淡甜蜜。Testway 流杂糖，寻回初恋的清新。Testway 匠心甜品。今天我们的福袋已经重新上架了哈，而且加量不加价哟，29元3包，嘿嘿嘿。最后淘宝评论上一条电视，那个网号叫 DU RA 说，我觉得真的可以，满满的童年的味道，就好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蓝后期，在一片牛奶中仰泳，所以我可以上电视吗？你吃牛轧糖吃出了蓝后期裸泳的情况，我一定要让你上个电视。Testway，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